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親愛的客棧裡的無界信任，王鶴棣與白鹿如何構建娛樂圈罕見關係？7年前端盤子的王鶴棣，如今成了客棧主理人，唯獨對白鹿展露罕見的鬆弛，從跑男時期的悄悄扶一把，到如今超市提重物時的爽朗大笑，他們的關係始於微時，卻築起了名利場中最珍貴的無界信任。說話舒服，做事靠譜，掏心窩子時不用先算熱搜指數。在海南儋州的慢綜藝《親愛的客棧》中，我們觀察到了一個娛樂圈少有的關係範本，從始於微時的默默扶持，到頂峰相見的無界信任。當王鶴棣從7年前的端盤職員成長為客棧主理人，他的待人方式也隨之成熟，對沈月保持同事默契，與秦嵐相處如姐弟分寸，唯獨對白鹿展露罕見的鬆弛與偏愛。兩人同框時，下意識的身體靠近，第一時間伸手攙扶，毫無保留的靠肩自拍，這些細節很難用營業解釋。而最初的交集，竟來自王鶴棣還未走紅時，白鹿在鏡頭外幫他接話，為他創造表現機會的悄悄扶一把。如今，一個作為主理人扛起客棧運營，一個作為飛行嘉賓提着大塑料袋在超市奔波，卻依然保留着你別慌，有我在的默契。這段關係提醒我們，長久的關係往往始於不夠體面的時刻一起趕動車、扛水，被粉絲追逐的狼狽，恰恰打下了最堅實的地基。在充斥着資源互換的名利場中，這種簡單相處顯得尤為珍貴。說話舒服，做事靠譜，彼此掏心窩子時，不用先算明天的熱搜指數。主持人，這期咱們聊的是《親愛的客棧》第4季這檔慢綜藝，它不光是看明星過日子，更像是一個觀察人際關係的小窗口。我們今天要一起看看，在這個節奏慢下來的地方，人和人之間到底是怎麼一點點建立起那種經得起風浪的信任的。所以你看我們要關注的不是誰和誰有沒有糖，而是那種藏在細節裡的真實的關係模式到底長什麼樣呢？嘉賓，對，這個節目確實挺特別的，它不像那種跑來跑去玩遊戲的綜藝，節奏慢，生活味濃，更像是一場長期的生活直播切片。明星在一個地方住下來，買菜做飯，招呼客人，這些日常瑣事一多，人就容易放鬆，下意識的動作眼神反而比台詞更能說明問題。我覺得呢，正是這種環境，讓我們能瞥見一些平時很難演出來的互動。主持人，話說回來呢，這種慢節奏的節目，是不是就像你我平時週末去郊外住2天民宿一樣，人一鬆下來，跟朋友之間的相處方式也會變得不一樣？所以你看，它提供了一個很自然的觀察場，讓我們能看看熒幕之外，他們到底是怎麼相處的。嘉賓，沒錯，而且這一季的舞台本身就有意思。地點在海南儋州，一個海風不大、陽光不狠的海邊小鎮，整個氛圍就像被按了慢放鍵。王鶴棣現在是主理人，從劉濤手裡接過了這個位置。7年前他還是個端盤子的職員，現在站在這招牌底下，身份完全不一樣了。主持人，所以你看，7年時間，從端盤子到當老闆，這個轉變可不只是頭銜變了。他現在不光要幹活，還得操心整個客棧的運轉，像個真正的小老闆。那你覺得這種身份上的成長，會不會影響他跟別人打交道的方式？嘉賓，當然會他現在不只是參與者，更是一個要扛事的人。你看他拿着手機，挨家挨戶去加周邊小店老闆的微信，記誰家做海鮮，誰家有船出海，還問菜價，聊生意。這可不是走過場，他是真在梳理關係網，把客棧當成一個要盤活的小微經濟體在經營。主持人，
這個動作就很有意思了，就像你剛當上項目負責人的去跟各個部門的同事混個臉熟，方便以後協作。王鶴棣做的就是這事兒，只不過他面對的是海鮮攤主和甜品店老闆，所以你看他現在不只是個明星，更像是個接地氣的店長加採購加財務，啥都得管。嘉賓，對，而且28歲的他肩膀能扛水，也能扛預算表，既要算今晚來了多少客人，還得盯着庫房剩多少食材。那個活潑單純的大男孩就這麼被現實一點一點推成了能扛事的成年男生。這種成長不光是外表，更是處理關係時的那種主動性和責任感。主持人，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看看這個小老闆面對3位女嘉賓秦嵐、沈月和白鹿會怎麼相處。這3個人身份不一樣，淵源也不一樣，互動起來肯定有差別。你覺得他跟他們之間的關係能分成幾種模式？嘉賓，我覺得至少能分3種。沈月是他人生中第1部劇的女主角，2人一起跑通告，住小城市酒店，趕動車，是那種老搭檔的感覺。他現在還愛逗他，搶拖把，調侃你來做老闆娘，但都是同事間的玩笑，親近是親近，但有條線在那兒，不會越界。主持人，所以你看，這種打打鬧鬧的關係，就像你大學社團裡那個一起熬夜做項目的學姐，合作久了有默契，開玩笑也隨意，但私底下生活交集不多。那秦嵐呢？她又是什麼角色？嘉賓，秦嵐更像是溫柔得體的職場前輩，真實的姐姐。她在節目裡會幫節目組捋流程，提醒環節問題，也會默默去廚房洗菜。她跟王鶴棣的相處很自然，帶着分寸感的姐弟情。客棧對她來說，就像偶爾借住的海邊辦公室，舒服但不越界。主持人，那白鹿呢？她跟前2位不太一樣，是飛行嘉賓，只來2期，而且除了跑男，她幾乎不參加真人秀。這次來還是職業生涯的慢綜藝首秀。你覺得她出現的意義是不是有點特別？嘉賓，太特別了。她2次參加真人秀，背後都站着王鶴棣，一次是她和黃曉明的節目，一次就是這檔親愛的客棧。所以你看，她的出現本身就像在用自己的行程表給這段關係做了個標記。而且她一來就被丟進最不體面的環節，大清早跟着採購，超市裡裝車，回程提大塑料袋，肩膀都樂得下墜了，還在爽朗的笑。主持人，對，這個畫面我印象特別深。她提着菜，笑得那麼自然，偶爾抬頭看看天，就像把最日常的一面攤開在鏡頭前。你說這種狀態是不是說明她在王鶴棣面前特別放鬆？嘉賓，絕對的。而且你看他們同框時的細節，更能說明問題。拍宣傳照，3個女生站1排，她下意識就靠近白鹿，身體重心也偏過去，白鹿差點絆倒，她第一時間轉頭關心，眼神裡那種緊張和小心翼翼，完全是下意識的反應。拍完照，她第一個看的也是白鹿。主持人，而且秦嵐和沈月站在旁邊，默默看着，眼神還挺耐人尋味的。這種偏心根本藏不住。那你說，他跟白鹿之間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唯獨對他能打破那種安全距離？嘉賓，因為他們的關係是無界信任。他靠在他肩膀上，幾乎沒有任何遲疑，自拍時也自然地靠過去。這種身體語言在藝人之間是非常罕見的。白鹿是王鶴棣在娛樂圈中唯一一個沒有距離的女藝人，跟沈月是同事感，跟秦嵐是姐弟分寸，只有白鹿是那種你別慌，有我在的感覺。主持人，那這種信任是怎麼來的？是不是真像網上說的是雙標？我覺得吧，
與其說是雙標，不如說是關係親疏的自然流露。人對不同親近程度的朋友，態度本來就不一樣。那他和白鹿到底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嘉賓，關鍵就在始於微時這4個字。當年王鶴棣第一次上跑男，還不紅，緊張的不敢說話。白鹿在鏡頭外幫他接話，遊戲裡刻意給他機會，讓他有表現空間。那時候他們都還是小透明，被剪輯決定能不能上熱搜。他做的就是在他最需要的時候，默默扶了一把。主持人，所以你看，這種關係的起點根本不是什麼光鮮亮麗的場合，而是2個人都還沒站穩腳跟的時候，互相給的一點光。後來呢，2個人都站上了新高度，再次在節目裡碰面，一個當老闆，一個來幫忙，但那種你別慌，有我在的味道一點都沒變。嘉賓，對，這就是頂峰相見。他們經歷了輿論、競爭、流量排名的考驗，關係反而更穩了。這不是簡單的友情或愛情能定義的，更像是一種第三個人無法打破的結界。雙向奔赴，早期的情感投資讓這段關係有了抗風險的能力。主持人，但問題是，娛樂圈畢竟是個名利場，這種看起來美好的關係，離開鏡頭，能經得起資源競爭、粉絲互撕這些現實的考驗嗎？會不會只是節目效果，或者心照不宣的營業？嘉賓，這確實是個好問題。需要強調的是，綜藝節目有剪輯和情境設計，我們看到的只是片段，但即便是片段，其中的一致性也值得玩味。比如白鹿2次飛行都為王鶴棣，比如王鶴棣對他的互動是獨一份的，這些細節很難完全歸為表演。主持人，而且你看他在節目裡幹體力活、提重物、推車，全程沒抱怨，反而笑得那麼爽朗。這種放鬆和自在是裝不出來的。所以我覺得，與其糾結是不是愛情，不如關注這種關係裡體現出的信任、扶持和時間沉澱的珍貴。嘉賓，完全同意。在現實生活裡，很多人把關係折價為資源共享和名利互換，但在這個院子裡，你能清楚地看見，有的人出現是為了幫你搬貨、擋風、接話、化解冷場。他們心裡裝着的是一種在複雜世界中仍然保留的簡單相處，說話舒服，做事靠譜，彼此掏心窩子時不用先算明天的熱搜指數。主持人，所以你看，真正的長久關係起步時往往不夠體面，它可能是一起趕動車，一起扛水，一起被粉絲追着跑的狼狽。但正是這些不體面的時刻，才打下了最牢的地基。離開節目後，他們各有要扛的項目和口碑，熱搜會更新，新 CP 會上線，但那條很細的線還是會把他們繫在一起。嘉賓，對，有人負責打理賬本，有人負責活躍氣氛，有人負責在你快摔倒時伸手扶一下。這種角色分工不是刻意安排，而是自然形成的。它告訴我們，長久關係的基石可能不是利益，而是低谷時的扶持，日常中的分擔和那種無需算計的信任。主持人，第一，王鶴棣從職員到主理人的7年成長，讓他從執行者變成了操心人，這種身份轉變影響了他處理關係的方式。第二，他對3位女嘉賓的態度差異不是雙標，而是關係親疏的自然體現。沈月是同事感，秦嵐是姐弟分寸，白鹿是無界信任。第三，這種信任的根基在於始於微時的互相扶持和頂峰相見後的彼此確認。它示範了一種在複雜世界中依然可以簡單相處的關係模板。嘉賓，最發人深省的一句話是，他們心裡裝着的是一種在複雜世界中仍然保留的簡單相處。這句話提醒我們，真正的關係價值不在於它被貼上什麼標籤，
而在於它能否在風雨中提供穩定的支持和真實的溫度。主持人：節目會結束，熱搜會更新，但那些在生活中沉澱下來的、舒服又靠譜的相處模式，才是真正留下來的東西。聽完這期，你最先想到的是你身邊的誰？有沒有那樣一個人，哪怕你不紅，他也會坐在你旁邊？希望我們都能在生活中找到那種讓你感到安心和信任的關係。